孟婆在地府辛苦打工800年，才换来一世投胎的机会。可在现代投胎了8次，每次都嘎了。阎王认为她的命格与现代相克，只能将她随机丢入古代，因此她就成了大凌王朝豫北将军府的嫡女孟晚秋。小姐，小姐，不好了！怎么了？前厅那边来人了，说三皇子来了，好像是来跟您退婚的。无妨，我们先过去看看。小姐，你刚刚说什么？你这小丫头这么激动干嘛啊？小姐，你终于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不枉费我日日求菩萨保佑。孟晚秋这才想起，原身小时候发高烧，好了之后就变成了傻子，一直口齿不清。那定是要多谢我们六儿了，菩萨听到了你的心声，不仅让我说话利索了，脑子也清醒了呢。真是感谢各路菩萨，六儿以后有钱了，一定给你们多上香。好了，我们先去前厅看看吧。是，小姐。在经过游廊时，孟晚秋眼睛瞥到了西院的阴暗处，那里站着一个女人。怎么不走了，小姐？六，你看得到那个人吗？哪里有人啊，小姐，您可别吓唬六儿。西院门口啊。西院门口明明空空如也，被他家小姐一问，六儿更感浑身一冷，她赶忙拉着孟晚秋离开了。这不是府中那个痴傻的大小姐吗？她刚刚是看见我了吗？大姐姐真够磨蹭呢，让三皇子殿下好等呢。这三皇子脑门黑气萦绕，我可得离远点，别沾染了他的霉运。大姐姐腿脚本就不太利索，晚些到也是情有可原的。孟大小姐，本殿下今日是来同你退亲的，只要你同意退亲，我可以给你一些补偿。殿下，您与我家小姐是皇帝赐婚，怎么能退亲呢？你家小姐也不拿镜子照照，她配得上三皇子殿下吗？殿下，想要我退亲也可以，你给我1万两黄金补偿，我便同意退亲。孟晚秋，你是想钱想疯了吗？孟大小姐，1万两黄金是不是太多了？殿下要是觉得太多的话，那亲就别退了，等我父亲回来，咱们挑个吉日就成亲吧。待咱们成婚，我要替你管的银钱应该不止这些吧。这个孟晚秋怎么一点也不口吃了，而且她好像突然变聪明了。好，1万两黄金，我答应你，下午我就让人给你送来。从此咱们两桥归桥，路归路。你这般势利眼又痴傻的女子，谁娶谁倒霉。多谢殿下赏赐，收到金子后，我保证咱俩再无瓜葛。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刚穿过来就有冤种送钱来。这小丫头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孟晚秋顺着声音朝上座望去，只见刚刚西院那个女鬼正端坐在前厅的主座上。不是，现在人间的鬼都这么猖狂了吗？大白日也可以行走自如了。小丫头，你能看见我？孟晚秋并未回那女鬼的话，只是利落的起身。无事，我便走了，劳烦二妹妹作陪了。你是不是能看见我？孟晚秋没有理会女鬼，如今是在阳间，她还是尽量少和这些鬼打交道为好。方才在大厅内，她明明朝我这边看了，难道是我的错觉？小姐，你莫生气，您瞧三皇子与二小姐那眉来眼去的样子，便知道他不是个好的。如今小姐好起来了，又长得这般漂亮，他来退婚，损失的只会是他。我娘说过，男人一旦心思不在你身上，嫁过去受苦的还是女人。人活一辈子，不能吊死在一个对你无心的男人身上。哈哈，六，你想啥呢？你家小姐我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小事难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不用一活过来就嫁人，天上还砸了1万两黄金的馅饼下来，老天简直是把饭喂我嘴里了。小姐，其实你不用强颜欢笑的，如果想哭的话就哭吧，六儿陪着你。六，我为什么要哭呀？我可是立马要有1万两黄金的人，咱们应该想的是怎么花这笔钱。六儿再三确认孟晚秋是真没有难过后，也跟着一块高兴了。殿下勿怪，大姐姐她失礼了。他不是一向如此吗？殿下，您作为一个皇子，何必受他胁迫呢？给他1000两补偿就行了。等娘回来，我告诉我娘去。三小姐不必为我烦忧，1万两黄金我还是能给得起的。燕儿，待我把婚退了，我寻个机会向父皇为我们赐婚，你觉得如何？都听殿下的。欧阳瑞泽的速度很快，午饭过后就命人送来了3大箱子。孟晚秋看着那辆瞎眼的黄金，眉眼都笑弯了。那边刚从娘家回来的柳氏，就从女儿口中得知了三皇子退亲之事。燕儿且安心待嫁便是，其他有能替你筹谋。至于那3箱黄金，既然是台进将军府的，那它就属于将军府，而不是他孟晚秋的。说罢，柳氏就让2个女儿各自回院子了。
然后叫来管家以及几个小厮，奔着孟晚秋的秋兰院去了。在祠堂附近转悠的女鬼见柳氏风风火火去的方向是秋兰院，八卦之心大起的她也跟了上去。你的后娘来了哦。女鬼不断地在孟晚秋耳旁吹冷风，让原本寒凉的天气更冷了几分。今日怎么这么冷了？都还未到霜降呢。六，你去烧一壶茶水来，去寒。好啦，别吹了，待会吓到我的丫鬟了。你，我就说你能看见我，你为什么之前不回我？终于有人能看见我了。好啦，别哭了，我这不是看见你了吗？等晚些时候，我给你上炷香，再烧点纸。真的吗？我说到做到，但我如今这副身子可经受不住你这身上的阴气。听他这么说，女鬼嗖的一声收回了她所有的气息，她不自觉地将身子往孟晚秋身边靠了靠。孟晚秋的周身好似有一股淡淡的光晕，那种光晕让她这种灵体很是舒服的感觉。柳氏进了院子，也没理会孟晚秋，指着那3口箱子，径直吩咐后面的小厮把这3箱黄金抬走。夫人，这是做了强盗的营生了。他这是不傻了？柳氏震惊了一瞬，不过她很快镇定心神，说道：这些黄金是三皇子给将军府的，我有责任将他签点入库。夫人怕是搞错了吧？这是三皇子给我的退亲补偿，怎么就成了将军府的了？进了将军府的东西，那就都属于将军府宫中所有。哦，这么说，夫人那些陪嫁也是抬进将军府的，那也应当属于将军府所有了。不妨你带我去库房看看你冲入宫中的那些陪嫁。我上书府抬进来的陪嫁是有清单的，那都属于我个人所有，怎么可能冲入宫中？那这黄金抬进了我秋兰院，也该是属于我孟晚秋。我那是有陪嫁清单的，你怎么证明这笔黄金是你？难不成它上面刻了你孟晚秋的名字？夫人果然神机妙算，连他刻着我名字都猜得出来。怎么可能？三皇子莫不是疯了，在黄金上刻你的名字？柳氏不信，走过去拿起一锭金子看了看，只见上面空空如也。呵呵，你以为你是谁？三皇子还会特意刻你的名呢？三皇子殿下大概怕我的银钱被人惦记，特意给我了一张字据，你要不要瞧瞧？柳氏接过字据，扫了一眼里面的内容，脸上表情甚是难看。字据上明明白白写了黄金归孟晚秋个人所有，从此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有字据又如何？我奉劝你不要撕了它，毕竟它可是一式3份，除了我和三皇子这2份，另一份已经进了京兆府衙门了。什么？只是一个退亲字据而已，为何还要1式3份？的确是没什么放的地方，以前我脑子糊涂，尚且不知事，但如今我倒是想问问，二妹妹和三妹妹院子里也同我秋兰院一样吗？后面下人眼神在疯狂交流，他们府里的大小姐不傻了，看这样子是要和夫人清算过去了。人家闺房镀金镶玉，你这条件和后院王马夫应该有得一比。喂，孟晚秋，要不要我给她渡一口鬼气？我保证让她今晚就躺下，过10天半个月就能凉了。孟晚秋摇了摇头，柳氏有她收拾就够了，不能让女鬼为她沾上因果。这死丫头的院子今日怎么这么冷？难道是因为太空了？女子刚收到退亲补偿1万两黄金，不料继母立马就闻声赶来抢夺，殊不知痴傻的大小姐如今已经好了。晚秋，原先你这院子可比丫儿和雪儿的好，不过你也知你的情况，一些贵重的物件在你房内，不是今日你摔了这个，就是明日撞了那个。我不是怕你磕了碰了，所以才让人把那些东西都收起来了吗？你看，自从我帮你搬走那些碍人的玩意儿，你就再没受过伤了，不是？那我倒要感谢你了，如今我大好了，该属于我的东西也该还回来了。哼，怎么可能给你还回来？那些物件早就被我们母女3瓜分完了，反正府里是我说了算，随便应付一下这个孟晚秋得了。那是自然，不过你确定不需要我帮你保管那些黄金？自然不需要。那你可要小心看管，这么多黄金，可别让那贼人偷了去。那就要麻烦夫人派人加强府中守卫了。贼人今日赶来偷银钱，明日就赶来偷人的。我反正是退了婚了，也不在乎什么名声不名声的，但妹妹们可金尊玉贵的，别被贼人惦记了才是。柳氏一结，今日的孟晚秋已然不是她能够拿捏得住的了，她只得愤愤离去了。还是这人间的景色好啊，终于不用在地府当牛马了。对了，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欧阳玉琴。欧阳不是皇姓吗？对啊，我活着的时候可是皇家公主呢。那三皇子欧阳瑞泽是你什么人啊？我是太上皇的胞妹，按辈分来说，他该喊我一声姑祖母吧。你这姑祖母可真年轻，唉。那还不是我死得太早。不过你为何会在将军府中呢？我活着的时候喜欢你爷爷，但是我来将军府找你爷爷的时候，他怎么都不搭理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不知怎么就死了。
然后就再也离不开这儿，在将军府游荡1年又1年，连鬼差都看不见我。那你应该是成了地缚灵了，有本事让鬼差都看不见你，肯定是有人对你下了封印。孟晚秋手中随意结了个印，朝着欧阳玉晴身上弹去。欧阳玉晴顿时感觉灵体一松，好似套在身上的枷锁完全卸去了一般。你是做了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突然轻松了起来？大概是解开了你的束缚，如今你该是可以离开将军府了。欧阳玉晴嗖的一声飘走了。嘿嘿嘿。没一会儿，欧阳玉晴又飘回了秋兰院。我真的自由了。孟晚秋，我朋友不多，以后你算一个。好呀，那我可要抱紧老公主的大腿了。什么老公主？我死的时候可是跟你差不多的年龄，不过我幸好死得早，要是七老八十死去，我还真成老公主了。还有人庆幸死得早的吗？玉晴，你想去投胎吗？算了吧，我觉得当鬼挺好的，以前我觉得太孤单了，如今好了，我自由了，往后我可以常来找你玩吗？好，但不准下到6了。遵命，孟姐姐。这边回到芙蓉院的柳氏非常生气，她是无论如何没想到那个傻子居然一夜之间不傻了。夫人，你也别气，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小姐也及笄了，继她被退了婚，也不好再高嫁了，您不如就给她寻个好去处。至于那些银钱，您何必自己跑一趟？您往老爷那去一封信，也别提大小姐好了，就说大小姐这般情况，不便自己管着这么多银钱，老爷自然会求着您代管的。经柳嬷嬷这么一提醒，柳氏豁然开朗，她赶紧提笔手书一份，快马送往了边关。另一边皇宫里，皇上听说三皇子退婚了，很是惋惜。了了大师说过，孟家的大小姐及笄前吃傻，及笄后就会变正常，还会有享不尽的福运。我费尽心思为老三谋来的好运，被他自己推之远去。孟家大小姐如今怎样了？启禀陛下，孟家大小姐的痴傻病好了。果然，了了大师的话果然应验了。李德全把老二、老四、老五还有小六都叫来。老二、老四、老五、老六心中满是疑问，不知皇上叫他们所为何事。你们几个有谁愿意娶孟大小姐？父皇，儿臣不愿。昨日三哥才去退了孟家大小姐的亲事呢。父皇，这孟家大小姐是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吗？我只问你们兄弟几个有没有愿意娶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也不偏心谁，全看你们个人缘法了。前脚老三才退的婚，父皇就来问我们，很明显，这个孟家大小姐肯定有父皇看中的地方。虽说是个傻子，但娶回来做个侧妃哄父皇开心也不是不可以。父皇，儿臣愿娶孟大小姐为侧妃。二哥，他可是个傻子。孟将军是我朝边关重臣，他的女儿如何能为侧妃？一听要娶一个傻子做正妃，二皇子心中立马打了退堂鼓。父皇，孟家姐姐长得好看吗？应是好看的。父皇，你能允许我去看看孟姐姐吗？若是她得我心，我愿娶她为正妃。啊！老六，你才多大就想娶妃了？男子娶妻是早晚之事，若能得一安心之人，时间早些又有何不可？好，父皇允了。待你看过你孟姐姐后，就回父皇这儿给父皇说说。小六遵命。小六，三皇兄眼光不算高，他都看不上孟家小姐，以你那挑剔的眼光，你的孟姐姐更入不了你的眼。是啊，而且你还太小，看女人可不能光以长相论，还得看她聪不聪明。谢谢四哥的提醒，但父皇教导我们要眼见为实，用心感受。臣弟想亲自去会一会孟姐姐，指不定三哥是被蒙蔽了双眼，错失了珠玉。几人见劝说无效，索性便不再说了。反正他们是不可能会娶一个傻子的，再漂亮他们都不可能会娶的。现在惬意垂钓的孟晚秋突然收到前院消息，说六皇子来寻他。他显然有些懵，但还是很快就收拾好，去往了前厅。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黑衣服这人周身好似有淡淡的白光，这是有大功德在身之人才有的。晚秋，这位是六皇子殿下，另一位，这是我九皇叔。这就是传言中杀人无数的冷面阎王。这位九皇叔是当今皇帝嫡亲的弟弟，是皇太后的老来子，肃清司的司长，有监察百官之责。凡是被他盯上的家族，基本都到地府报道了，所以被称为冷面阎王。九王爷大驾光临，有事远迎。叨扰了。听闻二位贵人来寻，可是有何事？不是说将军府的大小姐是个傻的吗？我看这孟姐姐挺正常的呀，还漂亮的像仙女似的。我们只是顺路过来看看孟姐姐。顺路，就皇宫和将军府这距离，顺德路可够远的。
一旁的欧阳林只看了端坐主位上的欧阳玉晴一眼，难掩心中的震惊。他见过无数鬼魂，但白日里的鬼，这是第一个。这女鬼喊小六皇侄孙，难道她是皇家之人？看着女鬼与孟大小姐很熟的样子，难道孟大小姐与我一样能看到鬼魂？这个孟晚秋倒是让我越发想一探究竟了。8月后，公主府举办赏秋宴，到时候孟小姐也一起去玩玩吧。六皇子和九皇叔为什么一同来给孟晚秋送公主府的请柬？就阎王这般的人，何时会亲自给一个女子下帖子了？去，晚秋，替我去看看舒儿。我活着的时候，就舒儿与我最亲近了。孟晚秋这才点头，谢过九王爷的邀请。可否让府中二小姐跟大小姐一起去？孟大小姐要愿意带着的话，那就让她跟着一起吧。孟姐姐，待那日你直接在府门等候便是，我来接你。来的路上，六皇子便和皇叔约定好，若是他觉得孟大小姐可行，便做主邀请她去参加赏秋宴。瞧这样子，皇叔定然也是非常满意孟姐姐的，皇叔的眼光肯定是没错的。于是六皇子欧阳焕寻又将随身携带的龙凤呈祥玉佩给解开一半，递给孟晚秋。这个送你。啊，小六子，这是皇家定亲信物啊，怎么可随便送人？六皇子殿下，这玉佩太贵重了，晚秋不敢收，送你便收着。孟晚秋还是摇头推拒。我三皇兄与你退亲，往后你的亲事便会极为艰难。此玉给你，待我长大，你便来做我的六皇子妃，一样是嫁入我皇家。你长得这般好看，我定不会来与你退亲。天哪，我这个皇孙侄子才多大，就想着娶妻了？哎，当初我要有这般觉悟，这会儿我好歹也有亲孙辈了。六皇子殿下，请莫开玩笑了。我并未开玩笑，我皇叔也是中意你的，我相信皇叔的眼光。皇叔喜欢的，我也喜欢。皇叔是吧？我什么时候说我中意孟大小姐了？小六，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儿戏。啊，对，皇叔提醒的是，我回去便向父皇请旨赐婚。六皇子殿下，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并未有嫁人的打算，望殿下体谅。嫁入皇家是多少官宦小姐们的梦想，孟姐姐为何不愿呢？对了，外祖说过，没有钱搞不定的事，如果有，那一定是钱不够多。孟姐姐，我有很多钱，嫁给我后都是你的。三皇兄给你的1万两黄金也太少了，我替他再给你10万两黄金，就当是替三皇兄赔罪。这样，你愿意嫁给我了吗？天哪，太好了，简直毫无人性啊！晚秋，要不你从了他？我才刚来到人间，可不能早早嫁人，去过日复一日的后宅生活。六皇子殿下真会开玩笑。欧阳林也看不下去小六这有些萌宠的模样了，拽着他就走。孟姐姐，等我来娶你。柳氏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六皇子说九皇叔中意孟晚秋，然后他要娶孟晚秋，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皇家之人是不是这里都有点问题？你说他们可别带上我。全城999只鬼魂竟全都往一个方向飘去，原来是因为他们听欧阳玉晴说孟晚秋能看到他们，便纷纷来找孟晚秋帮忙。这就是将军府的大小姐，她真能看到我们吗？我看不像啊，你看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公主怕不是骗我们吧？可是靠近她，真的让我觉得很温暖。各位，扰人清梦真的很没有礼貌。天哪，她真的能看见我们？而且她长得也太美了吧！她的声音也分外悦耳呢。孟小姐，我是钟永波府的二公子，我前2日被人暗害了，我父母以为我贪玩，正四处寻我，能不能拜托你替我转告我父母？孟小姐，我是大凌朝药材皇商，我在一处藏了许多金贵的药材，能否帮我转告我家人？届时我必有重献。还有我，孟姐姐，我是礼部侍郎家的小子，你能替我去看看我的母亲吗？她日日思念我，头发都白了，眼也快哭下了。停！天哪，谁能告诉我，古代地府是倒闭了吗？为何人间有这么多没去投胎的鬼？欧阳玉晴，你过来。我就出去随便转了转，结果他们都跟我回来了。随便转转就能有这么多鬼跟你回来？嘿嘿，他们都是我的旧识或是旧时的小辈，都有许多未了的心愿，所以迟迟没去投胎。我傍晚的时候听到你说要攒功德，喏，这些都是我给你送来的功德。当时你离得很远吧？这都能听到。自从你给我解开禁制，我好像不一样了，耳旁的声音很多，除了你的声音，我只要路过的地方，远远的我都能听见。八卦王当之无愧。嘿嘿。那他们？众鬼屏住呼吸，生怕孟晚秋拒绝帮他们。
饭都喂到嘴里了，没道理不吃。毕竟我还得靠功德，才能在乾坤殿这个金手指里买我需要的东西。我尽力吧。听到孟晚秋的回复，众鬼神情皆是一松。欧阳玉晴指挥他们排好队，孟晚秋一个个记录。中永伯府二公子黄衍庭转告父母我已死的消息。药材皇商秦有文转告妻子藏着的名贵药材。礼部侍郎公子去探望一下母亲。阳平侯府夫人转告女儿，心中所托非人，阻止出嫁。户部尚书被下属栽赃，含冤而死，替我伸冤。写到这里，孟晚秋抬头看了一眼这个户部尚书，观他面相，并非那种大奸大恶之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柳氏娘家就是现任户部尚书吧？你说的下属，你知是谁吗？柳琼，还真是柳氏的娘家。孟姑娘，我知此事与将军府无关，我不求其他，只求能够为我洗清冤屈。无妨，总不能让忠心之人平白受冤屈，我会想办法为你伸冤的。你且等等。多谢孟姑娘。孟晚秋的笔记本中记得满满当当的，直到所有的鬼魂心愿都记完了才罢休。而后他让众鬼散去，待他理一理，分清轻重缓急。其他鬼魂的事都可暂缓，但得先去一趟中永伯府。中永伯府二公子黄衍庭已死，但他家人都以为他贪玩，正疯狂四处寻找呢。夜里，孟晚秋突然接收到一个来自乾坤殿的消息提示：恭喜主人帮助无害鬼魂解除禁制，获得100个功德点，扣除50功德点，还剩50功德点。难道是白日里帮助欧阳玉晴，让我误打误撞获得了功德点？不过这乾坤殿也太坑了吧，直接就扣除了我1半的功德点。乾坤殿目前可用储物空间2个平方。2个平方，小是小了点，但拿来放那3箱黄金是够的了。孟晚秋立马把3箱黄金都收进了乾坤殿。50个功德点可兑换的物资面板上显示的全是现代化产品，比如牙膏、牙刷、毛巾、拖鞋、抽纸等一些现代化产品。我是真的用不惯这古代的清洁长端工具，必须要兑换抽纸。主人，抽纸已兑换成功，扣除5个功德点。这可是消耗性物资啊，居然这么贵，必须要攒功德，多积攒功德才能过上好日子啊。另一边肃清司内，欧阳林听着手下几人报来的关乎京中各家的动向的欧阳林，脑海里总拂不去他在将军府中见到的诡异之事。一个传言中的傻子突然不傻了，且身旁还跟着个白日里现身的皇家鬼，他迫切地想知道这其中之事。他抬手打断了手下人的汇报。林武，你去盯着将军府。啊！难道是将军府要反？孟大将军可是手握边关重兵之将，若是他反，这事可就大了。不是，你就去盯着孟府的大小姐，事无巨细都来回禀。孟大小姐不是和三皇子退亲的那个痴傻小姐吗？主子为什么突然要监视起一个女子来了？还不快去！是。第二天一早，孟晚秋便让车夫御车去了中永伯府。中永伯府内，正急得6神无主的中永伯夫人夏氏听到门外来报，说府门外有人来访。她近日忙于找自家小儿，根本无任何心思见人。但一听来人知晓小儿的下落，连忙让人将孟晚秋迎进了后院。你知道我们家衍庭的下落吗？他现在在哪儿？夫人，贵公子是名唤黄衍庭吧？昨日他入我梦，托我来给你报信，说他已故了。不可能，他只是贪玩，只是走丢了而已。他要偷梦，也该是找我。这位小姐，请莫要胡说，我家夫人已好几日未睡了，可遭不住你的胡言。夫人，我原也不信，但今日打听后，才得知贵府正在满京城的寻人，我便来了。梦中他说，他被人推进了春柳巷北边的一座院子的井里，他说他很冷。夫人就当我胡言，但请让人去那边寻寻吧，我也不愿这是真的。这位姑娘，你说这话可有凭证？并未有，只是昨晚一男孩入了我的梦，他浑身湿哒哒的，穿着一身青色外衫，腰上系了个绣着平安如意的香囊。他说那里有他母亲去法源寺给他求的平安符。我的孩儿啊，你当真预不测了吗？你好狠的心，你怎不入我梦来呀？娘，您别急，我这就让人去这姑娘说的地去，许这姑娘的梦也是不准的。这位姑娘能否留下府中名号？他日寻的小弟，我们必带上重礼登门道谢。我是将军府的大小姐。好，多谢。黄衍明得到了回复，立马就领着人朝着春柳巷而去了。半个多时辰后，前院传来了黄衍庭的确遇害的消息。夏氏那般柔弱的女子却止住了哭声。扶我去见一见衍庭最后一面，让管家来见我，去个人到工部通知伯爷，再把后院那些个都给我领到前院去看衍庭。婷儿，待娘抓到害你之人，必将他千刀万剐。孟晚秋知晓他再不适合待下去了，便起身告辞离开了。
当初我走之时，我母妃大概也这般悲痛吧。为人父母，大抵都如此。孟晚秋在奈何桥上见过太多不愿喝孟婆汤的鬼魂，多是不愿忘却阳间子女的父母。深夜，六儿已然入睡，黄衍庭突然出现在孟晚秋房外。孟姐姐，我能进来吗？孟晚秋怕和昨日一样受人打扰，随手就设了个禁制，除了欧阳玉晴，其他鬼魂都无法再进他的屋内。进来吧。孟姐姐，谢谢你，我终于不用困在那冰冷的京水里了。这会你怎么来我这儿了？孟姐姐，您是有大本事的人，您能不能再帮帮我？我能亲好几日未好好进食了，这几日他甚至白发都长出来了，我真的很心疼，我好想让他再见我一面，您能再帮我一次吗？你别动不动就给我跪下，坐着说话。我想和我娘好好告个别，你有办法能让我能看到我吗？孟晚秋也于心不忍，她画了张符纸，一道金光没入黄衍庭的体内。去吧，你手掌接触过的人都能看见你了，但你只有2个时辰的时间，时间一到，他们就再看不见你了。黄衍庭连连道谢，然后消失在了他面前。晚秋，你是你的，我也去瞧瞧。晚秋这么随意一画，真能让人看见鬼吗？树梢上，林武疑惑地看着孟晚秋的房门自动开合了2次。这也没风啊，门怎么会自动开关呢？东永伯府那边，在灵堂守了1日的夏氏实在是累极，晕倒在了黄衍庭的棺椁旁，被下人手忙脚乱地抬回了他的院子。娘，你瘦了。婷儿，婷儿，娘，我在。婷儿的手真冰冷，娘去为你烧旺旺的火。娘，我不冷了。娘，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你了，您能再为婷儿梳个发吗？娘亲，送我下葬后，替我备一份谢礼给将军府的孟姐姐吧。若不是孟姐姐，我可能还在那暗无天日的井底里。好，婷儿，你可知是谁？是谁害的你？我走在路上，被人从身后套了麻袋，根本没看到是谁。你放心，我一定会将害你之人找出。娘，我不在您跟前，您便和大哥好好的过日子。将来大哥娶亲，您便安心的当祖母，大哥才是您的指望。儿呀，娘也想你陪在身侧呀。娘，这大概就是我的命，您早些给大哥收亲是吧？指不定轮到我投胎，我能投胎做了大哥的孩子，我还想回来与您作伴。当真吗？当真。所以娘，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等我投胎回来，我希望有个健康的祖母照顾我，疼我，爱我。好，娘等你，等着你回来。婷儿，你能在梦里多陪陪娘亲吗？好，娘，婷儿陪着你。夏氏絮絮叨叨地与他说了许多话，黄衍庭安静地听着，夜更深了。娘，我该走了。再留一会不成吗？娘，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切莫忧思过度，我得走了。再留一会就一会啊。娘，您在与谁说话？夏氏听到大儿子的声音，才恍然他不是在做梦。明儿，明儿，是婷儿回来了。娘，弟弟走了。不，婷儿在这儿。婷儿，我不是在做梦，你真的回来了，对吗？娘，弟弟真的走了，回不来了。黄衍庭正想去找他大哥，没想到大哥就来了，也省得他再跑一趟了。黄衍明只觉触手冰凉，然后他的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弟弟黄衍庭的面庞。娘，我好像看到弟弟了。婷儿，你是真的回来了。大哥，我时辰快不够了，我走之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娘亲，也要好好保护自己。往后你是娘亲唯一的指望了，别再让人欺负了我们娘亲。能一定要好好吃饭，我不喜欢看你这般消瘦的样子。娘，大哥，我得走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而后，夏氏和黄衍明看着黄衍庭的身影越来越淡。衍庭，衍庭，空气中再无任何的回应。好了，你再哭，阴气太盛，你娘就要被你哭病了。黄衍庭立马止住了哭声，然后退出了他娘的屋子。小姐，小姐，六皇子殿下派人给您送了10万两黄金来，人还在我们院里等着呢，你快去瞧瞧吧。哇，便宜皇孙来真的呀！晚秋，我先去瞧瞧。孟晚秋也迈开脚步，朝着秋兰院而去了。这次来送黄金的是六皇子身边的李嬷嬷。晚秋，你发财了，嫁给我嫁，必须嫁。孟大小姐，这些都是我家殿下的心意。他说让您别短了自己的吃喝。将军府没个顶事的男人，府中境遇是真不堪呀。堂堂一大小姐，穿的都是些什么？老身回宫便让人给你裁剪新衣。李嬷嬷误会了，新制的冬衣这2日便送过来了。将军府已然沦落至此了吗？堂堂一个大小姐的院子，瞧着比殿下的下人房还不如呢。做人继母，还是莫要太过苛待了，正经嫡出，不然容易遭报应的。柳氏的脸色很难看，这还是第一回一个下人敢给他没脸，可对方是六皇子身旁的嬷嬷，他是敢怒不敢言。
夫人这档子该忙着的吧，就不劳您在此陪着我一个老婆子了。还有，这些黄金都是我家殿下给孟大小姐的，夫人可别跟那些小家子气没眼力劲的当家主母一般，想要从儿女身上掏银钱。要不是过几日赏秋宴，得让孟晚秋带着烟儿一起参加，看你这老钱婆在六皇子那上眼药，我早就给你搭嘴巴子吃了。晚秋，我前头的确有事，就劳你好好照顾李嬷嬷了。孟大小姐，听我家殿下说，您如今脑袋清明了，你可得把眼睛睁大，把人给看清了。宫里来的嬷嬷果然战斗力爆表。柳氏就像夹着尾巴落荒而逃的狐狸，孟晚秋不自觉的嘴角带上了笑。柳氏走后，孟晚秋让六儿给李嬷嬷沏了茶。你这孩子受苦了，你外祖母当年离开京城之时，还特地来寻过我，让顾着些你娘亲，却不曾想你娘是个福薄的，留下一对儿女便自己撒手人寰了。我虽在宫中当差，看着体面，却也无法把手伸进将军府内院。嬷嬷与我外祖母是旧识吗？我与你外祖母是嫡表姐妹，我家兄弟姊妹太多，为了贴补家用，我就进了谢府，就是如今昭妃娘娘的娘家。自昭妃娘娘诞下六皇子殿下，我便做了殿下身旁的主事嬷嬷。晚秋给姨外祖母请安。好孩子，这是我在宫中得来的赏赐，今日便送你，也不枉你叫我一声姨外祖。长者自不敢辞，晚秋多谢姨外祖母。既你叫我一声姨外祖，我便多说两句。外头都传你被三皇子退婚，闲言碎语诸多，你切莫因此伤怀。我活了大半辈子，虽膝下无儿无女，但在谢家那样的府邸，我懂得了，女子并非嫁人才是唯一的出路。谢府中也有几个终身未嫁的姑娘，但都活得恣意，她们个顶个都是自立之人，掌管钱粮铺子，四处游历经商，好不快活。而且你是这将军府的正经嫡出小姐，你得拿出你嫡出的底气来，否则更让人欺负了去。是，晚秋知晓了，谢谢姨外祖母提点。晚秋曾经脑袋混沌，并不太知小事，如今已然大好，请姨外祖母放心，如今我断不会再让人欺负了去了。欧阳玉晴在旁看着二人闲话，心内有些酸涩，他皇祖母当年也这般疼爱他的。天都这般凉了，你还穿得如此单薄，我那头为你做的衣裳要几日才能送来？你这边还得让府里尽快给你安排上。你是将军府的女儿，吃用将军府是应当的，别如今的得了这些银钱，就不把那些吃用当回事。该是你的就得给着你，人要会争。我来的时候，我家殿下说明日就去皇上那请，指令你为六皇子妃了。若是这事成了，往后我顾着你就更便利了。我比他大这般多，这不合适。大几岁又何妨？六皇子身份尊贵，且是所有皇子中最富庶的，更遑论六皇子都不在意这个，你在意什么？不是，主要是晚秋如今并无意嫁人呀。嫁人还不是早晚的事，我倒是盼着这事能成呢。见李嬷嬷一副期待的样子，未免不快，孟晚秋岔开了话题，二人又闲话了一会，李嬷嬷便离去了。六儿送完李嬷嬷回来，看到满地的黄金，她的嘴角都要咧到耳后根了。寒山寺的菩萨果然灵验，明儿我就捎信回去，让我娘去寒山寺还个愿。不行，让我娘去，显得不诚心。小姐还是咱们自己去。还什么愿？您从前那般，自我来你身旁后，他年年都去寒山寺替你许愿，菩萨这回终于灵验了，咱不得去拜拜嘛。好，明儿一大早咱们就去寒山寺。正愁不知如何向六儿解释我有个乾坤殿的事呢，这下好了，以后可以跟六儿说是寒山寺的菩萨赐的。翌日一早，孟晚秋就和六儿坐上马车去往了寒山寺。感谢各路菩萨照顾，最近我有些烦恼，家中黄金太多，不知如何处置。如果您们真心疼爱照顾我，便再赐我一个可以藏东西的物件。若是此心愿能实现，我必月月给你们上香油钱。小姐的愿望可真离谱。拜完菩萨，孟晚秋和六儿就去了寒山寺下的小街市。小姐，咱们就2个人，为啥点3碗啊？咱们不是才拜完菩萨吗？我给菩萨点了1碗，以表诚心。小姐果然虔诚。我谢谢你。小姐，等下我请菩萨吃其他的。你这小丫鬟真不错。大晌，孟晚秋和六儿就回了秋兰院。不知道菩萨有没有听到我的心声？这么多黄金，总不能老放在这儿吧？小姐，菩萨能保佑你好起来已经不错了，咱们不能要求太多了。小姐，见鬼了！金子怎么在眼前不见了？黄金出来！好像菩萨真的显灵了，黄金收。
天哪，天哪，不得了了！菩萨真的显灵了。小姐，一定是菩萨们收到了您的香油钱了，菩萨一定还吃到了咱们请他们吃的小吃了。孟晚秋连忙点头赞同，现成的理由六儿都替她想好了。小姐，那您装那些箱子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的物件呢？能让六儿看看吗？我也不知道呢，就是我脑中想着藏它，它就藏起来了；我想拿出它，它就出来了。菩萨真够意思，这一定是个非常了不得的神器。我听说书的说过，天上的神仙就有这类似的东西，好像百宝袋那般。然后六儿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眼睛放着光。小姐，要不咱们去一趟府里的库房？孟晚秋听六儿的话，也是眼前一亮，这真是个好主意呀！二人正合计着，门外就传来了声响，来的人是柳氏房里的大丫鬟碧桃。见过大小姐，我得了夫人吩咐，给大小姐送家具摆件来了。碧桃姐姐，你是不是弄错了？这些不是咱们小姐原先用过的。我们小姐的妆花镜是崭新的黄铜，且上头还嵌了许多珍珠，那是我们夫人原先的嫁妆。还有这屏风也不对，我们小姐的屏风比这大，上头是苏绣的春日娇花斗艳图，也是咱们先夫人的嫁妆。夫人说了，曾经那些都被大小姐砸的砸，磕的磕，东西早就坏了，也是夫人心善，特意从库房搬出曾经老夫人用过的给大小姐用。大小姐，你看到时候咱们再请府中的漆匠再给您重新漆一遍，不就是全新的了吗？好了，东西我也送到了，我该回去回禀了夫人了。站住！大小姐，怎么了？这些东西你搬回去。大小姐，这些都是夫人特意嘱咐我上库房给你挑的呢。那还真是要好好感谢夫人的好意了。你将东西抬回去，顺便告诉夫人，公主府的赏秋宴我不去了。好，那大小姐可别后悔了。下次我便不会再给你送这些个物件了，府里的人可都忙着呢，没这么多空去再为你跑腿了。然后碧桃指挥着人，又浩浩荡荡的将抬来的东西都抬回去了。夫人院里的人真是欺人太甚，小姐，难道就这么让人将东西抬回去吗？放心吧，我们且等着，他们会乖乖的将东西再抬回来的。奴大欺主，以下犯上，在宫里直接就杖毙了。那个碧桃就刚刚那态度，在宫里都活不过一天。皇宫这般恐怖，怎么那么多人抢破头要往里进？因为权力啊，爬得越高，越能掌握生杀大权。孟晚秋叹了口气，她活着也是不易，还是尽量远离皇宫吧。这边碧桃气冲冲的回了芙蓉院，正好孟如雪也在，她将在秋兰院发生的事给柳氏说了一通。大小姐真是好大的架子，夫人好心给她送这么多物件，她还这般挑剔，还说公主府的赏秋宴她不去了。什么？她说赏秋宴不去了，她怎么能不去？她不去了正好，省得给咱们将军府丢人。赏秋宴是九王爷邀请的孟晚秋，你姐姐才能够跟着去。要是孟晚秋不去了，你姐姐就没机会去了。不去便不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公主府的赏秋宴，那可是连皇上皇后都可能亲临的。你姐姐不去，如何让你姐姐在宫里的那些贵人面前露脸？三皇子殿下不是说了要向皇上请旨娶姐姐吗？你以为三皇子这口头上的承诺，你姐姐就能当上皇子妃了？真是天真。总之这些事你别管，至于秋兰院的那些银钱，你也不用眼馋，我跟你父亲去信了，过不了一阵，他肯定会到我手上的。说罢，柳氏打发了孟如雪回房去学琴，然后就又让碧桃重新去库房拿原本属于孟晚秋的家具物件。夫人，要不您还是让红杏跟您走一趟吧？怎么，我连你都使唤不动了？夫人息怒，我只是有些不舒服，我这就去。女子本是金尊玉贵的将军府大小姐，没想到在府里竟被继母身边的大丫鬟欺负。哟，这不是碧桃姐姐吗？刚刚是谁呀？说下次不送了，这会是来干啥呀？府里的人不是都忙着吗？切，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这么对我说话？哦，那你又算什么东西，竟敢这么对我的人说话？我可是夫人身旁的一等丫鬟。一等丫鬟呀，你不说，我看你这架势，还以为你是府中的哪个主子呢。那也不是你这个不受宠的主子能够欺负的。呀，我就欺负了，怎么着吧？碧桃，你好大的胆子，怎么和大小姐说话呢？晚秋，都怪我不好，没管束好下人，让他们给你搬家具过来。这些个刁奴竟敢自己做主，给你搬些破烂玩意儿，回去我便训了他，估计心中还存着对我的气呢。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明明是夫人吩咐拿那些旧家具来的，怎么这会过错却让我一人背？你看，我让他们重新给你搬来了，都是当初你娘用过的好东西，就是有些的确有些破损了，我给你换了些新的过来。还有今年的新冬衣，刚刚下头的绣娘送来的，我便亲自给你送过来了。
有你们，还不快将东西都抬进屋归置好来？是。我还以为夫人先前故意抬些破烂玩意打发我呢。怎么会呢？虽说你不是我生的，但也是咱们将军府的正经小姐，我怎么会做这种事？都是底下的奴才擅作主张。那就好，明儿我便让管家再给你院里安排些丫鬟小厮，其他丫鬟明儿送来我挑挑。今日我想先向夫人讨了碧桃来。碧桃我用了多年，给你恐怕不太好吧？就是跟了夫人多年才好，想必夫人已经将她调教得很好了，我身旁就缺这样的大丫鬟呢。况且夫人何必留着这般好看的丫鬟在身旁？要是父亲回来受用了，府里又多一房姨娘，再生一些庶子庶女，操劳的还不是你吗？那行，碧桃就给了你吧，往后等你出嫁，就给你做个陪嫁丫鬟。那真是太感谢夫人了，只要你喜欢便好。碧桃，往后大小姐便是你的主子，你可要好好伺候着，万不可懈怠了。是。晚秋，那赏秋宴的事。嘿嘿嘿，九王爷一番好意，我怎好拒绝？夫人，你说是吧？对，有燕儿在旁陪伴，你也省得孤单。夫人说的是。二人虚情假意的寒暄了一番，柳氏走了，就留下了碧桃。六，你说说，曾经伺候我的那些人，如今都怎样了？几个乳母都莫名其妙的断腿断手，还有老嬷嬷也瞎了眼。至于小厮也总是鼻青脸肿的，不晓得怎么回事。说来也怪，我怎么从没遇到那些事呢？难道真是我的命硬？不是你命硬，是你与我有缘。碧桃，还跪着干嘛？跟着六儿帮我把屋内收拾收拾吧。碧桃的内心的惴惴不安，第一次觉得大小姐比夫人更让她畏惧。晚上，孟晚秋说黄金太多，容易遭贼惦记，让碧桃在院内挖些坑，然后把这一箱箱黄金都给埋进去。那边够了，来这边挖。自从碧桃来了，擦桌子、扫地、烧水的活都不用我干了。埋黄金的事只有你知，我知，六儿知，我是信你才让你帮着挖坑的，好好干。在墙头上的灵武一直看着树下的两个丫鬟将10几箱黄金都埋进了土里才离去，一直无所事事的欧阳玉晴看着灵武离去的方向，飞也似的跟上了。欧阳玉晴跟着灵武一路进了王爷府，灵武事无巨细的报告了孟晚秋的1日行程。继续盯着吧。灵武应了声是，便又离去了。堂堂一个王爷，盯着人家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干嘛？不过我皇家血脉真好，这欧阳林好生俊逸。那个，要不去那边坐着？你说什么？你在和我说话吗？别激动，别激动。天哪，这世上居然还有人能看见我。不过上回在将军府你都看不见我，怎么这回突然能看见我了？有没有可能上次我就看见你了呢？那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见到鬼不是应该这种表现吧？那孟大小姐见到你的时候又是什么表现呢？你俩都太能装了，你是不是看上了孟晚秋，一直派人监视她？你想多了，倒是你身为皇亲，怎么沦落到流落在外？你可愿投胎转世去？别一口一个你啊，辈分你得喊我一声皇姑姑。还有，你可别超度我，我如今好得很，你可别给我整地狱里去了，地狱哪有人间好？那皇姑姑就整日跟在孟大小姐身旁吗？亡魂与活人待的时间过长，对活人可不是什么好事。曾经是，如今我觉得跟着你也不错啊。人间竟有这般厉害的恶鬼！饶是欧阳玉晴死去这么多年，也是第一回见着戾气如此之深的鬼。你是何人？来此处做甚？还是你们这些大家小姐漂亮，我喜欢，都跟我走。这男鬼身上实在太多罪孽了，若是收拾了这只鬼，肯定功德大涨。嘿嘿嘿，你别冲了，我跟你走。男鬼没想到孟晚秋这般识时务，立马就收回了他要冲的气势。晚秋不能跟他走。无事，放心。墙头上的欧阳林刚刚看见了，在孟晚秋转身之际，他只是手指翻动几下，就设了一层新的禁制。这手法竟是看着比师傅还纯熟几分。孟晚秋，我和你一道而去。你先在屋内休息休息，放心，我能搞定。好，你比旁人都识趣。还有他，我一道带走。你带不走他，高人在屋内设了禁制，他只能在我屋内。男鬼想起他2次都没冲破禁制，又见那姑娘想要出而出不来的着急样，虽不甘，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将孟晚秋一人卷走了。欧阳林，你还在看戏？快去给我保护晚秋呀！孟晚秋一直睁着眼，记着脚下的路，任男鬼斜卷着。
大当家威武，居然带回一个活人，不知您享用后可否让小弟们也过瘾？这可不行，我屋里其他那些都赏给你们吧。多谢大当家。进了恶鬼的屋子，孟晚秋就看到了缩在角落的5只女鬼。今夜就不许你们伺候了，都滚出去吧！得了命令的女鬼们对孟晚秋同情的同时，又无可奈何，只能纷纷准备出屋。可看到门口堵住的那些男小鬼，都惊恐的后退。大当家，求求你放过我们吧！你们是想魂飞魄散，还是好好的伺候我手底下的兄弟们？一想起曾经那些在他们面前被男鬼吞噬的女鬼们，大家都瑟瑟发抖起来。你是个术士，可我明明在你身上未曾感受到任何法力，你到底是谁？是来送你进地府接受审判的人。孟晚秋直接朝着他结了一个印，而后男鬼正想冲着孟晚秋而去的身影，直接就被定在原处。紧赶慢赶才到进清风寨的欧阳林，透过门缝就看到男鬼保持一个诡异的姿势，脸上却是愤怒直接的表情。女菩萨，求求你救救我们！我并非什么菩萨，只是碰巧被掳来了此地。你们给我说说，这男人姓甚名谁？你们又是如何被囚于此处的？这个大当家名叫朱雄，在北边犯了事，逃到了观塘岭，领着一帮游手好闲的手下斩身为王，专干打家劫舍的事，更是色中恶鬼。他看中了女人，不论老少，直接强掳回寨子。之后他不知招惹了谁，被人端了老巢，整个寨子的人皆丧命于此。等他发现他死后并未被押回地府，又开始了作威作福之事。我们都是他近2年掳来的，之前还有4、5个已经被朱雄打得魂飞魄散了。果然是恶贯满盈，我要将你撕碎，易如反掌。但是这样太便宜你了，你这样的恶鬼就该下18层地狱，日日受那18般刑罚。生命之灵，彼岸花开，生死显现，黑白无常，听我号令，速来相见。这孟大小姐到底是什么人，竟能召唤黑白无常？这月有了这个恶鬼，咱们兄弟俩的业绩铁定是够了，多谢大人。这个恶鬼别让他太好过，这附近还有很多逃散的小鬼，晚些你们再慢慢来带走吧。至于这几个也是可怜的，7日后你们再来接吧。黑白无常倒是好说话，直接就押着朱雄走了。5只女鬼没想到孟晚秋还有这般大本事，连黑白无常都给他面子，众人又纷纷跪谢。你们也不必谢我，还有7日时间，你们去看看你们想见的人，再好好告个别吧。孟晚秋给5人各一道符，这回不是现身符，而是托梦符。这几日你们可入亲近之人的梦，了却这一世之事，下一世愿你们投个可安享晚年之家。多谢大人。孟晚秋解决完清风寨之事，给自己画了一道符，飞速往城内赶。欧阳玉晴在见到孟晚秋回来后，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晚秋，你真的是吓死我了。那个男鬼呢？送进地府审判了。好吧，我果然多余担心了。你在那边还看到什么人了吗？荒山野岭的，哪来什么人？小鬼倒是很多，不过地府公职既已插手，那些小鬼终归是要回归地府的。孟姐姐，孟姐姐，六皇子殿下有何事找晚秋？孟姐姐，过2日便是赏秋宴了，我带来2身衣裳，你去试试，看看有何处需要改的，就给李嬷嬷说。小六，可是特级蜀锦制成的衣服？是呀，是父皇上赐给我母妃的蜀锦，我见着这料子好，就向母妃讨了来。果然，父皇最疼的人还是小六。殿下，这般贵重的东西，晚秋收下不妥。怎么不妥？你配的这世上最好的。这小家伙嘴巴是抹了蜜吧？然后孟晚秋就被李嬷嬷催着去试穿衣裳了。三哥，你不是要和孟二小姐去诗会吗？诗会尚早，我再坐一会儿。三皇子也不知为何，好似是想看看特级蜀锦穿在人身上是怎样的。很快，孟晚秋就穿戴好来了正厅，众人的视线全部都投向了她。哇，孟姐姐，你这身装扮真是太美了，好似那天仙一样。嘿嘿嘿，殿下谬赞了。孟姐姐，往后我看到好的料子都给你送来，你每天一定要穿得美美的。三哥，谢谢你和孟姐姐退了亲，这样的孟姐姐一定能配上更好的人，比如我。孟如烟见欧阳瑞泽的眼神一直在孟晚秋身上，心内有些异样，但她却是笑着也跟着夸赞。大姐姐穿这衣裳的确是美极了，六皇子殿下能对姐姐这般好，是姐姐的福气。那是自然，我三哥对二小姐这般好，二小姐也是有福气的。几人客套寒暄了一会，三皇子便准备起身带孟如烟出门去。三皇子头顶黑气这么重，应是要倒大霉了。看在他之前1万两黄金的份上，还是善意的提醒他一下吧。三皇子殿下，我建议您今日还是不要外出，恐有血光之灾。哼，
孟大小姐何时会这些神棍之术了？我的安危就顾老小姐操心了。而后三皇子就领着孟如烟走了。孟晚秋没再阻拦，个人运数他不能干涉太多，能提醒已是他仁慈了。孟姐姐，我三哥真有事吗？死不了，那便好，毕竟是我三哥，若真有个好歹，父皇定然会伤心，我可不想父皇伤心。孟晚秋想着受了六皇子的这般大礼，总该回礼的。六皇子，这个平安符给你，保平安的。哇！孟姐姐，你怎么这么厉害？可以教教我吗？殿下不适合学这个，为什么呢？殿下的心思该在如何让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这些不是我父皇考虑的事吗？殿下身为皇子皇孙，理当为国分忧。我父皇可辛苦了，日日操劳，我不愿这般辛苦。我想和我外祖与舅舅一般，走遍大江南北，见识各国风情，那样也甚好，做你想做的事。孟姐姐也支持我吗？那是当然。嘿嘿。六皇子离去不久，六儿就听到前院传来的消息了。三皇子殿下在诗会上遇刺受伤，二小姐吓晕了，被人送回府了。这惠夫人和三小姐都去了二小姐院子呢。不过，小姐，这也是菩萨赐给你的能力嘛？也许是吧。哇，小姐如今简直犹如神棍呢。另一边，柳氏看着躺在床上的孟如烟，身上都还沾着血迹，吓得立马喊了府医来。冬梅，到底怎么回事？启禀夫人，奴婢在门外伺候着，有贼人行刺三皇子殿下，场面很混乱。奴婢见到小姐之时，小姐就昏倒在三皇子殿下怀里了。那三皇子殿下呢？怎么样了？奴婢不知，当时只看到三皇子殿下伤了腿，流了很多的血。伤了腿，这事就可大可小了，不知是否会影响走路。府医给孟如烟一番诊之后，确认孟如烟只是惊吓晕倒，柳氏就放下心来了。不是说手了惊吓吗？姐姐怎么还不醒来？母亲，妹妹，嫣儿，你醒了。怎么样？可有哪里不舒服？我的脸有没有事？有没有毁容？没有呢，姐姐，你还是那样漂亮。诗会进行一半，突然有一个小厮持匕首，凶神恶煞的冲着我们过来，那刀尖是几乎贴着我的脸皮过去的，若是稍微偏差一丝，我的容貌就毁了。不对，这事肯定与孟晚秋有关，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今日殿下会有血光之灾？嫣儿，你说什么？孟如烟这才将今日在厅内六皇子和三皇子来的事完整的说了。特级蜀锦，他孟晚秋凭什么好东西都被孟晚秋的去了？妹妹，那蜀锦是六皇子送的，也是他命好吧？母亲，我更疑惑的是，我与殿下出门前，为何他出言提醒殿下会有血光之灾？他怎知道？难不成是孟晚秋对三皇子与他退婚一事记恨上了，所以柳氏不敢深想下去，毕竟行刺皇子可是要诛九族的。夜半子时，杨平后夫人又来找了孟晚秋，她与孟晚秋见礼后，就垂泪向孟晚秋介绍起了她的情况了。我有个闺中密友嫁去了江南，夫家是海州同知，官居五品。闺蜜有一子名为王令，考中了秀才，家中便安排王令进京求学。闺蜜托我多照顾，所以王令常到侯府做客。王令长相俊老，他与我的女儿赵灵儿多次见面，每次都带着各种礼物来，一来二去，我女儿便和王令走得近了。我想着王令长得不错，看着又是个上进的，若是灵儿走一起，也是不错的选择，便默许了二人的往来。没想到那王令在海州老家早已娶亲生子，甚至在京城还养着一房外室。可我运气着实不好，知晓的时候太晚了，都未来得及和女儿说，便撒手人寰了。可怜我灵儿至今仍不知那王令的为人，只以为他是值得托付终生之人。再过一阵，海州王家便要来京提亲了，我那夫君也疼宠灵儿，届时定然会应下这门亲事的。求求孟大小姐帮帮我。夫人，这事我应下了，但是我贸然求见赵小姐总是不妥。过几日就是公主府的赏秋宴了，若是赵小姐能够参加赏秋宴，那你们相见就便利多了。可我们阳平侯府素来与公主府无任何来往，小女恐怕是去不了赏秋宴的。夫人放心吧，我可是皇家的鬼，这点事还是办得了的。对啊，玉琴与淑儿公主相识，我给玉琴一个现身符，让公主给阳平侯府下个帖子也是可行的。阳平侯夫人请再等几日，届时到赏秋宴上，我再寻机会去与赵灵儿单独聊聊。得了准信的阳平侯夫人这才离去。这个符和给黄眼婷的不一样，是可供你控制的。欧阳玉晴却是没有去公主府，而是直接又去了一趟九王爷府。这般珍贵的东西可不能随意浪费。黄侄子，你还没睡？这般晚了，是有何事？嘿嘿，帮姑姑个忙呗。过几日的赏秋宴，能不能给阳平侯府搞一张请柬？阳平侯府也有能看见你的人，京中难不成人人都能见鬼了？哎呀，你别问这么多，就说能不能帮这个忙吧。行，不过就是给黄姐姐打个招呼而已。那好，那我走了。
对了，黄侄子，忘记跟你说了，那个在晚秋院子树上蹲着的那位，你还是撤了吧，往后天寒地冻的，别折磨人了哈，乖。怎么有种被当成3岁小孩的感觉？翌日一早，六皇子便来接孟晚秋去赏秋宴。孟姐姐，你怎么不穿我送你的衣裳？是不喜欢吗？我很喜欢，但我今日并不想多张扬，风头就给别人出吧。等到了公主府，孟晚秋直接去了女兵区，而六皇子欧阳焕寻则去了后院向公主请安去了。皇嫂是为三儿来的。是呀，瑞泽也到了婚配的年纪了，你皇兄呀着急着呢。那我今日这宴办的可真是时候，三儿今日可还好？工人来报过了，心情尚可。那便好，今日来的各府小姐都是个顶个好的，我带皇嫂转转去吧。皇后是带着任务来的，也愿去凑个趣。孟晚秋在场内找到了赵灵儿，便直接走了过去。我是将军府的大小姐，受人所托来寻你，可方便一叙？可以。有人托我告诉你，你的未婚夫王令在海州老家已娶妻生子。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不可能，王郎不是那样的人。赵小姐，你别激动，是与不是，也非你我口头说说便有用的。你且回府后，让杨平侯去查一查吧。王公子在海州那边有妻妾之事，去查的话，兴许需要些时间。但他在京城还养了一房外室，这外室不消半日就能查到。不可能，他是我娘就有之子，他怎会骗我？你娘也是无奈，她正想与你说，便撒手人寰了。这回我便是受他所托而来。孟小姐，我娘已去3年了，你今日的胡言，我全当没听见，也请你别再诋毁王郎了。赵小姐，这关乎你一辈子的事情，你便宁可信其有，让你父亲去查一查吧。赵灵儿的脚步顿了顿，然后什么话也没说，带着丫鬟离去了。皇后娘娘驾到，长公主到。难怪你公主府的赏秋宴那般受人追捧，真是有趣呢。那皇嫂可瞧上几个合适的人了？我看那个姑娘还不错，不知是谁家的。欧阳叔也没什么印象，他叫了身旁的嬷嬷过来回话，一问才知是将军府的2小姐。九皇帝让我下的帖子，明明是给将军府大小姐的，怎么来的是2小姐？回公主的话，孟2小姐是跟着孟大小姐来的。孟大小姐坐在那边角落呢。听闻孟大小姐的痴病好了，看这样子，传言倒是真的。这样一个美人儿，三儿怎就瞧不上？许是个人缘法吧。孟如烟换上舞服上台舞了一曲，场中热情更加高涨了几分，一直夸孟2小姐不仅文采出众，武艺也是超群。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赶紧上瓜子选车吧。将军府这般好教养，孟2小姐这般出众，孟大小姐定然更甚。咱们不妨让孟大小姐也表演一个吧。是呀是呀，孟大小姐也别藏着掖着了，也来献一番吧。附和的声音许多，场中宾客都将目光投向了孟晚秋。孟大小姐可方便？回公主话，那我就献丑了。若是表演的不好，也请各位勿怪。如燕，你大姐姐在家中真的未学任何才艺，那她哪来的勇气上台去？且看着吧，看她是如何丢人的。孟晚秋的琴音好似有魔力一般，能够安抚人的心灵。一曲中，宴会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晚秋献丑了。孟大小姐琴艺出群，丝毫不输德音先生，真是珠玉蒙尘了。可不是嘛，没想到孟大小姐是个这样的妙人，听你一曲，浑身舒畅呢。往后多来公主府玩。说着，欧阳叔让人赏了一对玉如意和一匣子首饰，皇后却是赏了他一个进宫玉牌。台下众人看孟晚秋的眼神，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的。有了这个玉牌，可是能自由出入皇宫呢。孟如烟也被孟晚秋的一曲震撼了，她盯着孟晚秋的眼神充满了不可置信。她不是孟晚秋，一定不是孟晚秋。一个人吃傻病能好不是什么稀奇事，可什么都未学过，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琴艺？回府定要让母亲尽快查一查。孟姐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母后和皇姑姑都赏了你，我也想送你些东西，你喜欢什么？不用了，殿下，上回您送了我那么多黄金，已然够的了。那如何能一样？那些是替我三哥赔罪的，这回是我单独送你的。我娘说了，遇到心仪的女子就要出手大方，只要钱能搞定的事就不是事儿。六皇子殿下，你真的大可不必，你还太小，还不懂什么是爱情。爱情那是什么？爱情是男女双方都互相心悦对方。嘿嘿，那我就是心悦你，你不喜欢我吗？你对我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我对你也只当你是我弟弟。当然，以我的身份，我把你当弟弟都是我高攀了。那这个意思是你还是不喜欢我吗？
喜欢，我怎会不喜欢你呢？只是我对你的喜欢，应当是同你母妃对你的喜欢是一样的。孟姐姐是想当我母妃？不行不行，我有自己的母妃了。除非是你嫁给我父皇，可是我父皇年纪那么大，不是说宁找黄口小，也不要白头翁吗？鱼，你说不清了，咱们还是好好的去赏花吧。哎，女人呀！欧阳雨晴在旁扑哧一声笑得很是开怀。我是一个从未学过琴的人，却在宴会上弹出惊为天人的曲子，因此被继母继妹怀疑我不可能是孟晚秋。娘亲，孟晚秋一定有问题。今日我与她一同去参加赏秋宴，许多小姐起了戏弄之心，让她上台去表演，可没曾想她却应了，而且弹奏了一曲，让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皇后娘娘更是夸她，说她的琴艺堪比德音先生。可是这么多年了，她院子内哪里有琴，更别说是还能琴艺了得了。此事当真？宴会上那么多人都瞧着呢，我怎么可能骗人？还有那什么忠永伯府为什么给孟晚秋送黄金感谢她？孟晚秋以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如何能认识忠永伯府的小公子？是了，孟晚秋肯定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娘亲，咱们该怎么办？我派人去请些高人过府来瞧瞧，你们俩尽量离的秋兰院尽量远一些。大半天后，柳氏身边的柳嬷嬷就领着3个经理有名的看事的人来到了将军府。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续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一个是城东的王半仙，一个是城外北郊的刘婆子，还有一个则是个瞎眼算命先生。若是能揪出咱们后院的鬼怪，咱们夫人重重有赏。嬷嬷请放心吧，我王半仙在城东那片也是响当当的，这种事儿对我来说小菜一碟。若是这有那脏玩意儿，老婆子我定然会拼尽全力收拾了去的。放心，抓不着鬼怪，我分文不取。柳嬷嬷领着3人走到秋兰院门口，就见到了孟晚秋正悠闲地躺着，秋日的阳光洒在她的脸庞，好似都泛着光一般。好重的阴气！听见2人的话，柳嬷嬷的脚再不敢向前迈步。怎么不进去？高人，我前几日刚中招病倒了，要不你们自己过去吧。青天白日的，怕什么？我怎么觉着他们来者不善呢？柳嬷嬷，你不知道外男不得入后院吗？您带他们来秋兰院干嘛？夫人昨夜睡不安稳，总说胡话，恐在秋兰院撞着不干净的东西了。我特意寻了几个高人来做法，为夫人消病。哦，柳嬷嬷怎就断定在秋兰院受了惊，而不是在3小姐或者自己院里招惹了什么不该招惹的东西呢？咱这不是在排查吗？那其他地儿可排查过了？还没，不过先从秋兰院查起，顺路些。那便先去夫人2小姐、3小姐处查完，再来我秋兰院吧。毕竟我院里可有许多宝贝呢，万一被人顺走了，可不好了。可人已经到这儿了，你看他们腿脚也不便利，省得人家跑来跑去，还是先从秋兰院开始吧。柳嬷嬷是年纪大了，听不懂人话了。老奴知晓了，老奴先带他们去别处，晚些再过来。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赶紧上瓜子选车吧。柳嬷嬷领着3人先往别处去了。走在最后的瞎眼算命先生却是淡笑着回头看了一眼孟晚秋。虽说他是一个瞎子，但孟晚秋确实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大小姐，夫人这是诚心来找咱们的麻烦。找便找吧，他们能奈我何？晚秋，我看他们好像有些本事，我需不需要避讳一下？避讳什么？黑白无常都看不见你，他们一介凡人之躯，又能将你怎样？再说有我在呢。王半仙几人跟着柳嬷嬷在府内其他地转了一圈，发现都无事。府内阴气最盛之地，还是方才咱们去的秋兰院。我也觉得，我却不这么觉得。一般阴气盛之地，活人定是会体弱多病，我虽瞧不见人，却能感觉到那个院子内的人身体都很康健。那是如今大小姐自出生起，她院子里伺候的人总是厄运不断，那的院子邪乎的很呢。好，竟这么有趣！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续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待会你们记住，一定要仔细看看咱们德大小姐，看看会不会被什么鬼怪上了身。大小姐，其他院子我们都去过了，现在轮到您的秋兰院了。陆离、六，你们带着柳嬷嬷和那3位四处走走。刘婆子和王半仙手中掐着诀，跟着在院内走动，就连孟晚秋的闺房也去走了一圈。真是奇怪，怎么奇怪了？日头乃最炽热阳盛之处，可我却感受到了那股子阴气。
我也很奇怪，我一个女鬼为什么不怕太阳，反而觉得晒太阳这般舒服？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夕阳补阴呢？小姐真是个有趣的人，先生也是个有本事的人。瞎子有一疑问，小姐可否能为我解惑？说吧。这换了性子的人，还愿身居后院吗？先生冒昧了，我并无恶意。我信命也不信，我可居后院，也可走天涯。小姐果然是个特别的人，那我便送小姐一句话：多行善事，累功德，积福报。瞎眼先生笑得很是畅快，转身离开了。行至院子门口，他又回过头来，好似能看到欧阳玉晴一般，冲他露出了个笑脸，便消失在他俩的视线里。他真的是个瞎子吗？是也不是。你俩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意思呀？眼盲心不盲，他看见你了。所以他刚刚是对我笑吗？我怎么觉着他有些风神俊朗呢？你可别犯花痴，那样的人只能孑然一身。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赶紧上瓜子选车吧。柳嬷嬷可看出了些什么？我也不是看事儿的人，未免大小姐也和夫人一样睡不好，让两位大师也给小姐瞧瞧吧。那好呀，两位大师给我看看吧，不然柳嬷嬷可能会不放心。王半仙和刘婆子观孟晚秋的气色，再一瞧她通身的气质，完全不像是有受脏东西影响的样子，反而隐隐的能看出是个有大造化的人。小姐心善，是个有好运道的人。小姐一切都好，往后定能顺风顺水的。呀，真的吗？六，快来给两位大师看赏。六儿听见两位大师这般说，也高兴得紧，大方的一人赏一锭银子。王半仙和刘婆子得了这么高的赏赐，乐得眉眼都弯在了一块儿。看着柳嬷嬷将二人带走时大气的模样，六儿高兴坏了。六，你怎么这么大方了？小姐，那两位可是大师爷。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他们说你往后可是有好运道的人，那咱们不得多赏些。这不是你在寒山寺教我的吗？你们不是说秋兰院阴气很重？在外看，秋兰院周边阴气是挺盛的，可进入秋兰院里头就没感受到那股子阴气了。而且你们大小姐是个有大运道的人，半仙在此多言一句，嬷嬷还是少触大小姐的眉头为好。嬷嬷，老婆子也同意半仙的话，你们家大小姐是个福运齐天的，好好伺候着，往后府里定能跟着沾上好运的。你二人收了那边一点好处，就在这胡言什么？我请你们二人是来抓鬼祟的，你们一点本事都没有，还在这儿谣言，真是江湖骗子！走走走，赶紧给我走！我们可不是骗子，今日这一趟银钱给我们结了。还想劫银钱？我没去官府告你们两个骗子就不错了，赶紧给我滚！然后柳嬷嬷就转身走了，让小厮们拖着二人丢出了府门外。什么大户人家？我呸！小兄弟怎么不领赏就先出来了呢？我要钱无用。真中了，钱怎会无用？柳氏听了柳嬷嬷的汇报，也怪柳嬷嬷识人不清。等着，我就不信了，我要去法源寺请个高人回来。孟晚秋这边在夜里见到了个不速之客，是个70多岁的老奶奶。她的魂魄怎么只有一缕？我就是出门逛逛，就瞧见她了。她好像走失了，我就把人带这儿来了。别人出门捡钱，你出门给我捡个魂回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去，他们还等着我回呢。奶奶，别急，我送你回家。你能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吗？我不知道，我要回家。这可难办了，他的魂体很是虚弱，要是他再一个人在街上游荡，很有可能会被鬼差或者其他恶鬼给抓走的。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赶紧上瓜子选车吧。明明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可靠近这个院子的人却都冷得发抖。原来是因为这个院子有一个死了10几年的鬼，今天这个鬼魂竟还捡了一只鬼魂回来。孟晚秋用100功德点从乾坤殿内兑换了一个初级的葫芦瓶，用以存放这走失的奶奶的魂体。你做了什么？这么大惊小怪干嘛？我不过是让她进瓶内温养着，以免她的魂体散了而已。这奶奶应该是病入膏肓，或者陷入了昏迷，其中一缕魂魄便跑了出来，丧失了方向。她不是鬼吗？是人，但是她若不早些回归本体，很有可能就算是死了，也入不了轮回的。孟晚秋提笔画了一张那老者的画像。玉晴，你把这画像给九王爷看看，问他是否认识这人。黄侄子，画中之人，你可认识？这不是国公府老夫人吗？哇，你真的认识？她还是国公府的老夫人。你是他在找他。
是呀，晚秋说让我来问问你，没想到你真认识呢。你们找他做甚？欧阳玉晴便将自己捡到人家魂魄的事说了。你真是好样的，不过魂魄离体时间太长，很危险。你快回去，让孟大小姐收拾收拾，我带她去国公府。好的。晚秋找到了，她是国公府老夫人。你可真厉害。嘿嘿，小九说让你准备准备，她来接你去国公府。孟晚秋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把葫芦瓶揣在怀里，朝着前院的方向去。国公老夫人啊，在这儿呢。这么点东西能装得下一个人的魂魄，他能存几个魂体？就一个，它只是个低级的灵魂储存瓶。低级灵魂储存瓶，那高级的又能装多少？我也不清楚，毕竟高级的要1000功德点，买不起啊。马车很快就到了国公府门口，孟晚秋走下马车，跟随欧阳林一起入了府。王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这位是？她是孟大将军府的大小姐。你家老夫人是不是病重了？是啊，原本就身体不好，前2日就陷入昏迷了，但喂食上还能入口，方才却是连水都喝不进了。情况危急，欧阳林知晓耽误不得了，他让穆国公带路，一起去瞧瞧穆老夫人。承蒙王爷小姐挂怀，可母亲眼看着时日不久了，她若是醒来，定然会非常高兴的。穆国公，2位夫人，请安心。我知老夫人病重，特意请孟大小姐过府来为老夫人瞧瞧了。孟大小姐还会医术，略懂一些。孟大小姐，依你看，我们家老夫人情况如何？可能医治？这得让小女看看才知。孟晚秋坐到老夫人面前，伸手为她搭了下脉，久久不言。天哪，晚秋，你竟然真的还会看病！我哪里会什么医术，不过是为了待会将穆老夫人的灵魂打入身体内，表现得更有说服力罢了。唉，老夫人阳寿快尽了，就算我将她救活，也堪堪只能再活1个月的样子了。孟大小姐说的可当真？孟大小姐，太医们可都说了，咱们老夫人药石无医了，你一个小姑娘，医术还能比得过皇宫内的御医不成？孟晚秋自然看得出这真是个奸诈的面相，并不愿与他多说。国公爷，我只能让老夫人多活1个月，您决定救还是不救？当然得救，若是孟大小姐能将老夫人救活，我国公府自当备上谢礼。那请各位先一步外间吧，我救治病人时不能受人打扰。太医们看病问诊可没有这么多规矩，你别趁着我们不在身旁就害了我们老夫人。孟二夫人若是担忧，我来给孟大小姐做保。若是老夫人活不过来，你大可来找我。王爷莫生气，别跟一个妇人计较，咱们先出去吧，以免打扰了孟大小姐施主。我看孟大小姐有多大能耐。待人都走了，孟晚秋打开瓷瓶，将穆老夫人的魂魄放了出来。老夫人在床沿看到了床上躺着的自己，然后又看看自己。我是死了吗？你阳寿未尽，还能活1个月？只有1个月了吗？也好，也活得够久了。穆老夫人，您躺上床吧。九转回魂，魂魄归来，生命重燃，起死回生。老夫人醒了，各位请进吧。母亲，母亲，好孩儿。娘，你能醒来真好。孟小姐果然医术高明，不知师从何人？父亲曾为了医治我，给我请过一个游医，我跟着学了些，今日能让老夫人醒来，纯属运气罢了。我成了灵魂状态，这位小姐都能看见，她定然是高人。好孩子，你是哪家的姑娘？晚辈是孟府大小姐孟晚秋。孟府可是孟老将军家的子孙？是的。老身同你祖父祖母也算旧识，往后你便叫我一声祖母，如何？见过祖母。听说你被皇上赐婚给了三皇子，可定了日子了？老夫人不知道吧？前一阵三皇子同孟大小姐退了婚了呢，满京城都知晓了。多嘴！我说的是事实啊。贾氏怕刚醒来的穆老夫人被真是在气过去了，赶忙就拉着她出去了。好孩子，别伤心，我国公府还有好几个不孝子都未定亲，你嫁来我国公府可好？多谢祖母好意，晚秋目前并无嫁人的打算。好吧，是我莽撞了。这位是母亲，这是九王爷，就是他特意带着孟大小姐来为您医治的。老身怎有这个荣幸？老王爷这般挂怀。老夫人多礼了，举手之劳罢了。众人说了一会儿话，见穆老夫人面露疲态，孟晚秋和欧阳林便向众人辞行了。穆国公亲自将人送到了府门外，贾氏命管家从库房取来了许多珍稀首饰头面以及一匣子黄金作为谢礼。我作为小辈，能帮得上老夫人，已然是为自己积德了。再收那么多的东西，就说不过去了。
今日真是多谢孟大小姐了。国公爷，我毕竟医术有限，您再请太医们再为老夫人诊诊脉，开些温养调理的药。老夫人毕竟年岁大了，剩余的时间让老夫人开心些吧。穆国公和贾氏又是一番感谢，才看着欧阳林的马车离去。母亲真不会想让咱家的孩子娶了孟大小姐吧？你想多了。虽说她的确医术了得，可总归是被人退过亲的，我觉着心里也是不太愿的。还你不愿？我看呀，根本就轮不到咱们府里。你没看九王爷看他那眼神？孟家这个大小姐，往后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下次你约她来府里玩玩，洪秀锦他们熟络熟络。你是说九王爷和他？你呀，以后眼睛擦亮些，同孟大小姐多亲近亲近。这么一整日都没见你，去哪了？去了一趟皇陵，想看看我家还有没有祖宗在。这么大白日去，你确定能见着？欧阳玉晴失望地摇摇头。孟晚秋猛然想起白日见到的那个红衣女鬼。九王爷身边倒是多了只鬼，和你一样也能在白日里自由行走的，也能白日里出现的，你见过了？见过了，不过他脑子可能有点不太好，跟我设的屏障玩了半天。奇怪，怎么就进不去了？呀！谁呀？设了这么个破玩意儿？哎，还挺好玩。晚秋，今晚你一个人睡哈，我去会一会他。恭喜主人帮助老夫人生魂回体，喜提250个功德点，扣除125个功德点，还余125个功德点。好，这是该给只有625个功德点的主人打的广告吗？有那多余的功德点，我拿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不好吗？切！没多久，欧阳玉晴兴奋地回了秋兰院，还将九王爷身边的那只红衣女鬼也带了过来。玉晴，骗鬼也要骗像一点，他根本就看不见我，好吧？我这样吓他，他都没有任何反应。你放开我，放开我的头！玉晴，你快来帮帮我呀！哈哈哈，说了你又不信，晚秋可厉害了呢。漂亮姐姐，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吓人了。人吓鬼是要吓死鬼的。孟晚秋见他那害怕的小模样，又将他的头给丢了过去。哎，你的头装反了。玉晴，这鬼是谁？这是西陵王的女儿欧阳倩倩，不对，是现在西陵王的姑祖母，也是我的堂妹。你们皇家的鬼是在地府走了后门吗？怎么都能在白日里出现？所以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欧阳玉晴就将欧阳林在调查一件案子时，路过已然落败的庞将军府时，捡到欧阳倩倩的事说了。你们欧阳姐妹还真是对将军情有独钟啊！孟姐姐，你这么大本事，能不能帮帮我？你说吧，我要是能帮，便帮帮你。我想让你帮我看看庞将军是否还活着，他与我许诺过的，等他西征回来就娶我的。可结果他却在战场上失踪了，再没了消息。我在他府里等了这么多年，他却再也没回来。你可知他的生辰八字？欧阳倩倩重重的点头，立马就把庞将军的生辰八字说了。孟晚秋起卦，不一会儿眉头就有些凝重。孟姐姐，可是有什么问题？孟晚秋没有回答，她又重新起了一卦，可结果还是一样的。到底怎么了，孟姐姐？若是你给我的生辰八字没有问题的话，他应该是还活着的。那你可知晓他如今在何处？方位只是在西方，我要去寻他。玉晴，你和我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他已经成家了。成家？不可能的，他答应了我，等他回来就娶我的。晚秋，你是不是算错了？庞将军不是那样的人，他很疼倩倩的。我算了2遍，结果都是一样的，他成家了，而且子嗣繁茂。怎么可能？他与我承诺过的，让我等他归来的。别哭，别哭，这其中定是有隐情的。庞将军不是这样的人，别哭，我和你去西边找他去。真的吗？咱们明日就出发。你们不能去，至少不能现在去。大凌朝的国境线长，到西边边关地带，没有半个月是到不了的。而且以你们的实力，还未走到西边，就要被途中的恶鬼啃得渣都不剩。欧阳玉晴想起上回那个城外清风寨的恶鬼的实力，也有些退缩了。晚秋，你的实力强，要不你带我们去？孟姐姐，你带我去看看吧。我带你们去是可以，但不是现在。孟姐姐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去那么远的地方是需要录影的，而且我出远门总归是要给府里的夫人说的。目前我还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二鬼一想也是，顿时也跟着孟晚秋苦恼起来。孟晚秋想起了乾坤殿内的任意一地有广告，便进入了乾坤殿内。
哎，你说你个狗店弄个什么一日游，你就不会变通一下吗？比如什么一刻钟游啊，一个时辰游啊，谁一上来就有1500个功德点呀？况且你个狗店，我平时赚的1点功德点都要被你吞了一半，你还好意思给我打个广告勾引我？他自己去人间造下的孽，我让他赎罪，他还不满意上了。要不我上去把他勾回地府来。这个月任务达标了吗？阎王见孟晚秋在乾坤殿内念念叨叨的，着实烦人，大手一挥，功德殿内跳出一条广告：任意一地游体验，初次可消耗300功德点，唱完1个时辰。300功德点1个时辰，原先是1500功德点玩1日，相当于平均只要125个功德点就能玩1个时辰。300功德点论理都能玩2个时辰多了，这亏本的买卖，谁做谁是傻子。可乾坤殿内的广告页面却开启了倒计时10、9、8。啊！你是要逼死我呀！孟晚秋在倒计时跳至1时，点下了兑换键。恭喜主人成功兑换任意一地游1个时辰，扣除300个功德点，还余325个功德点。啊！一定要找欧阳倩倩补回我的功德损失。阎王翘着2郎腿，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恭喜阎王殿下新增300功德点，剩余功德8763914,7506208点。幸好有这些打工人，让我飞升上界的目标又近了一点，真爽。玉琴、倩倩，我有了去见庞将军的办法，但是灵魂存储瓶只有1个，所以玉琴你就去不了了。我不进那瓶子，就跟着你们都不成吗？虽说低级灵魂存储瓶并不贵，但刚刚花费巨款买了1个时辰游的孟晚秋是怎么也舍不得再多花1个功德点了。我要攒功德，往后直接买个高配版的，到时候出游可以带一群鬼。好吧，晚秋，你们准备哪天出发？今天吧。今天这么急？对啊，1个时辰后就回来的。1个时辰？我弄了个好东西，它能让我们立马就到你想要到的地方。那般神奇的东西如何弄来的？秘密。孟姐姐，我知道了，你肯定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弄到这么一个东西的，可你却说的这么云淡风轻，一定是怕我心里难受。我都知道，孟姐姐，你这样心疼我，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要不咱把眼泪擦擦，我现在就带你去。欧阳倩倩听话地抓过欧阳玉琴的衣角，擦了擦她那本不存在的眼泪。你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擦？我就要见庞将军了，我不能吵。孟晚秋将欧阳倩倩收进她的存储瓶内，便使用了任意一地游。你们也看见了对吧？他就这样就出现了。所以那是神仙吗？几个小孩又有些怕，又很好奇。孟晚秋想着，不如向这几个孩子打听一下庞将军家是哪一户。哇，他是神仙，他一定是神仙。我娘说了，天上的神仙都长得很漂亮的。神仙姐姐，你一定是听到我娘亲的请求了，来救我奶奶的，对吧？神仙姐姐，快跟我走，我领你去看看奶奶。这丫头真孝顺。孟晚秋还有些懵，就被几个孩子蜂拥着去了后面的一户人家里。算了，待会见着人家大人再解释吧。屋内的李秀兰在厨房熬药，就听到了外头传来嘶哑的声音了。娘，神仙姐姐来了，神仙姐姐来了，她来救奶奶了。夫人，不好意思，打扰了。啊，不，我不是什么夫人，我就一个农村的村妇。娘，这是神仙姐姐，是来给奶奶治病的。我原是来向你打听个人的。小姐是想找谁？我们这村子不大，大家都很熟的。我想找一个叫庞琛的人，今年78了。庞琛，我们这个村子都是姓刘的，没有姓庞的人。不过今年78岁的，这个村子里就剩孩子他爷爷了，没有你要找的人。孟晚秋很确定，如果这个村子里78岁的只有1人的话，那庞将军就是这家人说的爷爷。如此的话，那有可能是我找错地方了。不过既然被你家孩子带了过来，也说明我们有缘。正好我跟人学过一些医术，就让我去瞧瞧老太太吧。多谢姑娘。秀兰，是谁来了？娘，是个小大夫来找人的，人小大夫心善，来看看您。麻烦小大夫了。老太太，您是受了惊，我给你去一去，便好了。啊，原来是受惊吗？我一直当是娘夜晚起来上茅房的时候受了风呢。我说怎就煎了这么多天的药，就不见好呢？娘，让您受苦了。没事。谢谢你，女菩萨，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神仙姐姐，我就知道你一定是神仙姐姐。女菩萨，听秀兰说你是来找人的，你找的什么人？
老太太，您别叫我菩萨了，我姓孟，你叫我孟小姐就是了。我找一个老人，今年78岁了，是我家祖父年轻时的朋友，叫庞琛，你可听过此人的名字？老婆子，我活了大半辈子也没听过这人，他是哪里人？京城人士。京城的，离得这儿那么远，你还特意找了过来，肯定是你家大人很重要的人。等我家老头子回来，我问一问他。好呀，那真是要谢谢你。老爷子去哪儿了？何时能回？他呀，跟着家里的几个儿子儿媳去给山外的人帮工去了，应该差不多就回了。他们中午回来吃饭的，吃完饭再去。老太太刚话落，就听得门外响起了许多声响。老婆子，我回来了。这声音虽然苍老了些，但欧阳倩倩一听就知晓，这就是她等了多年的庞将军。是他，真是他。这是哪家的姑娘？老太太立马将孟晚秋治好她的病的事说了，庞将军感激万分，也连声道谢。老头子，这姑娘来咱们这儿找人，说是京城那边过来的，找个叫什么人来着？庞琛。庞琛，这个名字总感觉有点耳熟，是哪里听过呢？他不知道自己是庞将军吗？想不起来。我家里老头子呀，我捡到他时，他就记不得所有人了。老爷子是被您捡到的，还失忆了？是啊，那都是50、60年前的事了。孟晚秋看看庞将军，再看看已然泣不成声的欧阳倩倩，叹了口气，这大概就是他俩的缘分不够吧。老爷子，你可记得曾有一人名叫欧阳倩倩？倩倩，欧阳倩倩啊，脑袋好疼。这个欧阳倩倩是你家的长辈吗？是的，老太太是听过她的名字吗？这个名字我听了无数次呀。老头子呀，你别想了，这位小姐要找的人就是你。当年我捡你回来，你发烧说胡话之时，总是喊着欧阳倩倩的名字，可当我白日里问你之时，你却一点都记不得。开始我还以为你就是做梦说胡话而已，就再没问过你。可自从你我成婚几个月后，我便隔三差五的听到你念叨这个名字。我想这个欧阳倩倩一定是你非常重要的人。可当年我们都已有了老大，我就算知道你内心深处对这个叫欧阳倩倩的念念不忘，我也自私的不敢提起。就在昨晚，你还是喊着她的名字。老头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初冬的阴冷伴随着欧阳倩倩的哭声，让脑袋疼痛难忍的庞将军终是大叫了出声。姑娘，倩倩呐，倩倩现在在哪儿？倩倩早就不在人世了。听到这话，庞将军整个人跌坐在地上，眼角已灌满了泪水。都怪我太冒进贪功，我只想多拿军功，好叫他高兴，好更配得上倩倩。孟姐姐，你能有办法让我同她单独说说话吗？我想和她聊聊，我不愿看她这般伤心。倩倩，是你。我如今已然这样老态龙钟，你还是那般明媚耀眼。是我。老头子，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不用担心，他只是想起一些过去的事，陷入了回忆，思虑过重了，让他安心睡一觉，晚些就好的。孟晚秋转身离开了屋子，将空间留给了他们二人。是个很好的人吧？是我对不起那姑娘，她真的太出众了，待人温和有礼又仗义，完全不是我们这些乡野之人能比的。我在见过她后，觉得再无人能与她相比了。我偷了本该属于那姑娘的幸福，如果我坚持找大夫为老头子医治脑疾，结果大概会不一样的吧。如果有来生呀，我希望他们能长相厮守，我有这辈子够了。孟晚秋侧头看他，日光照射在他的脸上，让他此刻看起来非常平静祥和。能帮我做件事吗？何事？等你回去，能替我给他上炷香吗？替我带一句对不起。好，往后千万不要再提欧阳倩倩这个名字，她不会再记得，至少这辈子都不会了。倩倩，时辰差不多了。这么快吗？庞将军，我要走了，你好好活着，圆满的过完这一生，下辈子我还等你。好，下辈子让我来等你。欧阳玉琴担惊受怕的等了1个时辰，就怕他俩错过回来的时辰。正在他急得团团转时，孟晚秋就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倩倩呢？玉琴，孟姐姐，我想自己待一待。怎么了？见着庞将军了？等他缓过来，你再问他吧。欧阳玉琴识趣的没有多问，只点头应好。孟姐姐，我都安排好了，今日你便陪着我玩就是。孟晚秋认为的陪着孩子玩就是逛逛街，买点小吃，满足孩子的新鲜劲，便欣然答应了。别说，做得高还真看得远。今日咱们先游湖，
这是我二舅舅新送我的礼物，怎么样？谁家舅舅给外甥送礼，一送就是一艘船的。很好，很大，很漂亮。这得花多少钱呀？不多，大概就是50万两吧。50万两？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要是50万两能做出来的船，我吃了它。对啊，就是50万两黄金的样子。好，真好，不愧是大明朝谢家，底蕴真是深不可测。二人二鬼在游船上玩耍了半日后，就回到岸边。时至中午，欧阳焕寻又带着孟晚秋去了京城有名的醉仙楼。这醉仙楼是我三舅舅送我的生辰礼。我原觉得自己投胎技术还可以，开局就是公主，在小六面前，我觉得我还是不够看。是，我要沾沾他的好运，下辈子不当什么郡主了，下辈子我要当富可敌国的男人，让庞琛做我的小妻子。你忍心自己去投胎，剩我一个鬼在这世上？怎么不忍心？我与庞琛约好了的，等他死了，我就和他一起去投胎。说话不能不算话。我伤心了。欧阳倩倩白他一眼，没理他，直接飘上楼。晚秋，等那个没良心的走了，就只有我们相依为命了。咱们不跟他好。六弟，你也来此用膳呢？二哥，你也在呢。六弟，这位是？这是我孟姐姐，孟大将军府的大小姐。孟姐姐，这是我二皇兄。欧阳正硕一听这是被小三给退了亲的那个孟家大小姐，不由得多打量了一番。二皇兄，你别打我孟姐姐的主意，她是我的。孟小姐，失礼了。没事。小六，要不咱们一块儿吃？不行，这是我和孟姐姐的约会，不容他人打扰。咱们这不叫约会。怎么不叫约会？我母妃说了，一男一女单独在一起游玩就是约会。这位昭妃娘娘都教的孩子什么和什么呀？小六，孟姐姐再给你说一次，你要记住了。第一，你还小；第二，孟姐姐没想嫁人；第三，孟姐姐只把你当成弟弟，亲弟弟，知道了没？我知晓呀，可这又不耽误我和你约会。得了，又绕回去了。我可是堂堂二皇子，寻常女子见我都偷偷的看我，这女人居然无视我。这个孟大小姐真特别。怎么个特别法？上次公主府的赏秋宴你没去吧？孟大小姐被那些个小姐给怂恿着上台去表演。那些个小姐的把戏我怎会不知？不过就是想让孟大小姐丢丑，结果你猜怎么的？人孟大小姐接受了，她就那样席地而坐，一把琴就摊在自己的腿上，弹奏的那一曲简直是啪啪打脸那些个没见识的小姐，连皇后娘娘都夸她琴艺高超。正说不好了，心跳得很快，我感觉我要沦陷了。她就是我要等的人，我要聘她做我国公府的世子夫人。因为人家弹一曲，你就要人做你的世子夫人，是不是傻了？你不懂，我对她一见钟情，她与我门当户对，正好能喜结连理。而且如今她被三皇子殿下退亲不久，我要趁还无人发现她的特别的时候，先下手为强。正硕兄，今日这饭你自己去吃吧，我要回府找我爹商量，我要向孟大将军家提亲去。欧阳正硕在身后喂喂了几声，宁厉行根本就不搭理他，飞奔着离去了。说吧，这回又是什么事？天天没个正形，叫你去读书，你偏要去种田，还把自己晒得这般黑。母亲，我要娶妻。母亲，您这么激动干嘛？我这不是激动，只是被你吓了一跳而已。你说说，看上哪家姑娘了？孟家的，就是被三皇子退了亲的那个孟大小姐。孟家大小姐，你见过了，人家愿意嫁给你。见过了，但她连正眼都没给我一个。可我有强烈的预感，这个孟大小姐就是我等了那么多年的人。母亲，你快托个媒人给我上将军府去说和。好，你且等着吧，我找礼部侍郎家的张夫人去说说，能不能成，我可不能给你保证哈。行。宁厉行说完后，就一溜烟的跑了。钟永伯府内，夏氏看着那些个给大儿子挑选的人家，总觉得差些意思。夫人呀，您觉得孟府的那个大小姐如何？我最先就考虑了她，可咱们伯府配她，怕是高攀不上吧。老奴倒是觉得可以试试。孟大小姐看着不像是那种十分注重门第的人。夏氏一想也是，孟晚秋能让自己见着小儿子，本事也是非凡的。若是她能嫁给眼明，她一定要尽可能多的给他彩礼，可不能亏待了人家。第二日清晨，王娘子和礼部侍郎家的张夫人同时上门来探望柳氏。柳夫人，其实我今日登门是受人所托，来给你府上的大小姐说个媒的。这可不巧了吗？我也是受人所托，来给孟大小姐保媒的。我家晚秋何德何能能让两位夫人特意上门说和？不知王娘子和张夫人说的是哪家？是钟永伯府的大公子，那是一个一表人才的后生，年纪轻轻就在工部任职了。你说这可不巧了吗？你们猜托我的是谁？是谁？正是钟永伯府夏夫人的娘家堂姐宁国公夫人。宁国公夫人是国公府的世子爷，可不就是嘛？
这下家两姐妹看人的眼光倒是出奇的一致。国公府世子，那是京中数一数二的门第。若是孟晚秋嫁入这样的人家，做了当家主母，往后我的雪儿除非是嫁给皇子，不然会一直被他踩在脚底下。两位夫人所推之人都是顶好的，但这我也毕竟是个继母，其中的为难你们应该也能懂。我去探探晚秋的口风，若是有馅儿，我再来回你俩，如何？王娘子和张夫人都说无妨，而后随便闲聊了下家中的其他小辈，王娘子和张夫人便一同告辞离去了。那国公府的世子放着好好的国子监不去上，非要去种地。母亲见过哪家的公子哥是种田出生的？再遑论国公府的世子之位了，我可听说了，宁国公又生了个公子，一家人精力都放在教养那个公子去了，往后的世子之位指不定都得旁落。再说忠永伯府的那个公子，不过在工部领了个闲职，门第到底是低了些。依我看呀，大姐姐不论嫁哪家，都威胁不到我和雪儿，母亲是多心了。原本郁闷的柳氏被孟如烟这番话给劝开了窍，脸上这回是真心实意的露出了些松快。夫人替我回绝了吧，我如今并无要出嫁的打算。可你已到了出嫁的年纪，早晚总是要嫁人的。我的婚事就不容夫人操心了。这样好的人家都拒绝了，我看他往后如何后悔。爷爷奶奶，求求你们给娘请个大夫看看吧，求求你们救救娘。你这个死丫头，看病不需要钱吗？请个大夫那得多少银钱啊？咱家哪有那闲钱？大妹啊，大伯娘有个法子可以救你娘，就看你愿不愿意了。只要能救娘，做什么我都愿意。那个邓地主你知道吧？给他做田房能得15两银子，有了这银子不就能给你娘看病了吗？只要能给娘请大夫，我愿意去。牺牲我一个，娘和弟弟就都能活下来了。大妹啊，你放心出嫁，银子一到我，立马就出门请郎中来给你娘看病，放心吧。骗子，骗子，都是骗子！我不要合葬，我不要！快，别让他跑了，抓住他！看你还往哪里跑！没路了，我不要被抓回去。大哥，这可怎么办？没事，死了正好抬回去结冥婚。好冷，是摆脱掉那些人了吗？不知道娘亲有没有好些，我要赶紧回去看看。好冷，好冷！弟弟也发烧了，怎么办？怎么办？大伯娘，你都拿到银子了，为什么不给我娘请郎中看病？为什么？你们为什么都不理我啊？小姑娘，将军府的孟大小姐在墙头上设了个鬼谷，只要你能敲响，就能得到孟大小姐的帮助。原来我已经死了吗？孟大小姐在上头使了法术，心术不正之人是无法敲响那只鬼谷的。但我观你定是良善之人，大可去试试。谢谢夫人帮我。姑娘，你是何人？又为何敲鼓？欧阳姐妹原本见冯大妹这模样，都吓得躲在了屏风后面，可听她讲述着自己的事，都心疼起这个女孩来。他们一家真不是人，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们？是啊，难道你父亲不是你爷奶的孩子吗？为什么他们就偏疼你大伯一家？冯大妹摇头，她也不知，她也曾这样问过她的娘亲。你放心，我这就跟你走一趟，去找你娘亲和弟弟。得到孟晚秋的回应后，冯大妹那担忧的脸总算是舒展了一些。娘亲，弟弟，我找到人来救你们了。大妹，对不起，我来晚了，你娘亲已经去世了。我娘亲也死了。孟小姐，我弟还有气，求你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孟晚秋口中念着口诀，手指在空中汲取能量，将男孩即将离体的魂魄推回了体内。娘亲，娘。孟小姐，她怎么样了？身体很虚弱，要是还在这儿待下去，就会没命了。求求你，你带我弟弟走，我求你，一定要救救他。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你起来吧，我既然应了你，就会帮你到底的。孟晚秋抱着男孩走出了那间柴房，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大的院子，房屋很是宽敞，一看就是新修的。
可冯大妹一家却住在了靠近猪圈的四面漏风的柴房内，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你们原先住的屋子是在哪儿？和爹爹在的时候，我与娘亲和爹爹一同住在那边。可我爹死后，奶奶便不让我们住了，说我们克死了爹爹。要是再住在西边屋子，早晚有一天也会克死他们的。现在那间屋子住的是来投靠奶奶的一个远房表哥。说到这个表哥，冯大妹的魂体不由自主的有些畏惧，可又带了浓重的恨意。这个远房表哥说是进京来求学赶考的，可他却从未见他在家中看过书。有一次，这个表哥居然还对他动手动脚，他反叛的打了他。那个表哥居然还恶人先告状，说他勾引他。奶奶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了他一顿，让他在床上躺了2天，还由着那个表哥四处宣扬自己勾引他的事。冯大妹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家的爷爷奶奶都是那样的疼爱自己家的孩子，而他们在爷爷奶奶眼里还不如一个远亲。孟晚秋听冯大妹讲述了这些事，怒火是再也控制不住了。她给冯大妹身上画了道符，是现身符。大妹，我给你的是现身符，只要接触过你手掌的人就都能看见你了。今晚你就留下来陪他们玩玩，接下来的事让我来。孟晚秋一直不愿沾染别人的因果，可她在这个院子内实在是感同身受，那种压抑的感觉让她都有种要喘不过气的感觉。恶有恶报，可恶报总是来得不及时，就让我加速这恶果的到来吧。原来这世上真的有菩萨。天哪，是我昨晚没睡好，出现幻觉了吗？为什么有个小男孩在小姐的床上？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快去给我打点热水来，这2天我屋内别让其他人进来。为什么？因为他小姐，你也看得见他？为什么不能？是温热的活的，小姐，他不是鬼。这丫头好玩，我好想和她玩玩。孟姐姐，你给我一张现身符吧。你还是别了吧，这丫头胆小，待会你要吓死她的。小姐，他是哪里来的？为什么睡一晚上凭空就出现了？我偷来的，所以一定要保密哦。所以小姐是真的准备不嫁人，才拒绝宁国公府和钟永伯府家的提亲，然后再偷个孩子养在身边，用来防老。天哪，这可是犯法的事，万一被发现了，可怎么是好？你还当真了？我开玩笑的呢。总之这是个秘密，这个孩子不能让其他人知晓。他现在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估计没个3、5天都醒不过来。你给他擦洗一下，然后找身衣服给他换上。他这2日就住在我屋内，我要出门去有事，你就负责给我守好这个孩子。六儿想再问问这孩子到底是哪里来的，可孟晚秋已然抬脚走出了房门。算了，还是办好小姐交代的事为好。孟晚秋到了京兆府衙门口，让陆离去报了官。京兆府内很快便有2个衙役跟着陆离出来了。京兆府对这种农户人家死了儿媳妇的事并不甚在意，毕竟这样的事常有，他们也管不过来。一丝派2个衙役去了解下情况就是。孟小姐，可是府中出事了。孟晚秋总感觉在何处见过这人，但是却想不起来了。抱歉，我忘了介绍了，我叫宁厉行，宁国公府世子。是你让人去给我提亲的？是呀，我怕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你我素未相识吧？见过2面，一次是赏秋宴，一次是醉仙楼。我好似没和你说过话吧？是的，你没注意到我。那你怎么好端端要向我提亲？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你和京中的其他小姐都不一样。那真是抱歉了，你可能还不知晓，我已经让府里的夫人替我回绝了，我目前并无嫁人的打算。我已经知晓了，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宁世子，我的意思是，你另寻他人吧，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你拒绝人的时候，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呢。我怕我说的太委婉，你听不懂。哈哈，好，干脆。而后宁厉行又问了何氏报官，得知是朝阳镇上出人命的事，他立马就表示顺路，他要陪同一起去。恰逢此时，欧阳林也赶了过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好几个统一制式官府的手下，原来是欧阳姐妹报的信。你们去通知你家大人，这个案子我苏青丝接手了。那2个衙役一见案子居然被九王爷给接手了，赶紧得就回去禀告京兆府尹。大人，既然肃清司接手了，咱们就不用去了吧？不去，你敢不去吗？那朝阳镇可是京兆府的管辖范围，却还要王爷出手。皇上要是追究起责任来，你担吗？蠢货！孟姐姐，我就知道衙门这些人不靠谱，是我找的欧阳林来的哦。好，咱们倩倩真乖。一口一个孟姐姐长孟姐姐短的，你都好几10岁的人了，羞不羞人？我死的时候才14，孟姐姐15了，我这样喊没毛病。我是小仙女，你把自己当老巫婆。孟晚秋由着2鬼笑闹，
他有些担心冯大妹，掀了几次帘子朝外看去。孟晚秋到了冯大妹家门口，就发现老冯家门外围满了人。昨夜老冯家的动静太大了，周围的邻居都听见了，可却没一家敢出门来瞧瞧的。怎么回事？老冯家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啊，一整夜都有哭声，听声就像是大妹那孩子的。大妹？不可能，那孩子昨天掉河里死了，尸体都抬回邓家去了。我家一个亲戚就在邓家做活，他亲眼看到的呢。哎，那孩子真是可怜呀，还这么小年纪，冯家怎么舍得让他去给邓老爷做田房的呀？我听说了，是秀英嫂子病了，大妹求着冯老太给秀英嫂子找大夫看病，冯老太说没钱，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说到让她嫁给邓地主的事了。这事是大妹自己应下的。大妹又不傻，她怎么会自己往火坑跳？待院外人见到肃清司的人将冯家众人从房内带出来之时，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冯老头双腿沾满鲜血，根本走不动道。冯老太则是右手呈诡异的姿势，显然是断了，她的屁股上还插着一把刀。而大房的两个大人浑身也是鼻青脸肿，如今都是睡着的状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是你勾引的我，都是我的错的，不要杀我。九王爷，下官来迟。这些人你都带回去，涉嫌虐待妇女孩童致死，好好审一审。京兆府尹连忙应是，然后就让衙役上来将人带走了。大人，这人就不用带走了。听孟小姐的。京兆府尹很快就退了出去。九王爷都这样重视的案子，他一定要亲自盯着审问的。孟小姐，你是特意为他报案的？这是你的何人？一个妹妹的娘亲。宁厉行可是打听过了，孟大小姐下面就只有2个妹妹，都是她继母所出，哪里又来了妹妹？我让人将她安葬了吧。顺便通知一下她娘家人，安葬费用我来出吧。为何不通知你那个妹妹？就是她女儿。因为妹妹也死了啊！小姐，我听村民说冯大妹的尸体被邓家带了回去。原来如此，大妹一定被困在了邓家，我得走一趟了。王爷，要借你虎皮一用了。好。邓地主家的下人听了府内大公子的吩咐，将城北有名的会看事的刘婆子请了来。刘婆子一进邓府，见到邓府的情况，心内就警铃大作。邓大公子，你为何要将人家一个未出嫁的女子同你的父亲放在一起啊？如今府中阴气极盛，怨气也极深，你和你府内的这些人都沾上了他的阴气，这事儿呀，老婆子怕是解决不了。刘婆子，我给你加钱，只要你替我收服这个女鬼，我再给你100两。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是老婆子真的无能为力呀。求求你，刘婆子，我还不想死呀！求求你救救我！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爹，对，是我爹。他说他一个人走了，会很孤单，让我给他再娶个妻子，他就会在下面保佑我的。我错了，我错了。邓大公子此时说话牙齿都打着颤，真的太冷了。刘婆子，你帮我送走他，我给你1000两，怎么样？请神容易送神难嘛，我且试试吧。刘婆子紧闭双眼，口中念了一长串声色难懂的词后，一股气势猛然冲击她的双眼，她忽地睁开了眼。你双怪先生，姑娘，听老婆子一句劝，放下吧，我让邓大公子将你送回家，好生安葬。我哪里还有家？对，冯大妹，我错了，我这就送你回家。冯大妹又大哭了起来，她哪里来的家呢？她身后的黑气随着她的哭声渐渐地覆盖了整座邓府。刚赶到的孟晚秋和欧阳林对视了一眼，眼中揭露出了一抹凝重。